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杨洋悄悄复合，翻脸宋茜分手乔欣后，他终于收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前几天李沁工作室突然撤掉了置顶好长一段时间的单身声明。要知道李沁自己曾经采访时就说过，总有一天会撤下来的，而现在撤掉单身声明等于恋爱。那么女神恋爱了对象是谁呢？最大嫌疑人杨洋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杨洋和李沁7月份都抛了一张同款背景侧颜照片。今年杨洋过生日，社交平台配文是少年生日快乐，而这些话和李沁在2016年最后一次送给他的生日文案一模一样，这怕不是巧合吧？从军艺毕业后，杨洋就被李少红导演挑中饰演新版《红楼梦》的成年宝玉一角，可以说是出道就是小高峰了。2015年，因为左耳旋风少女《盗墓笔记》持续霸屏后，杨洋成功入驻4大流量。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尝试转型，但演技仍然能打不同于事业的一帆风顺。杨洋的绯闻史可以说是一山更比一山高，精彩程度简匪夷所思。2007年，杨洋和李沁都被选为新版《红楼梦》的演员，一个是军艺校草，另一个是昆曲闺门旦。在为长达1年半的拍摄过程中，几位新人演员都是同吃同住，感情培养起来自然快，尤其是气质相配的2个人，看起来格外亲密，拍照一定要站在一起。另外，杨洋在剧中饰演的是成年宝玉，李沁扮演的是少年宝钗，按理说2人是没有对手戏的。第二，论相处时间来，自然也不如从头扮演到尾的黛玉，但每每合影，黛玉蒋梦婕却始终成为了局外人。和他俩在一起，蒋梦婕自带灯泡属性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屏蔽的那种。于小彤也没能幸免。有人被问到最喜欢宝钗还是黛玉时，于小彤回了句：“她喜欢李沁也是很懂了。”那会儿2人社交平台彼此的是双方的第一关注。最秀的是当年湖南台评选过一个最佳银幕情侣的奖项，入选的分别是一起来看流星的郑爽、张翰以及《红楼梦》的杨洋、李沁。郑爽和张翰是实打实的荧幕情侣，后面还发展成了现实。官方搞事不算，路人也各种偶遇他们。这种情况要放在现在，小编就想问你慌不慌？但到了2013年下半年以后，2人再无交集。杨洋曾在采访中说过，自己的爱情又是从18岁开始的，对方是演艺圈新人，算时间线，那个我们大概就是李沁了吧。杨洋进组与宋茜相识，宋茜是女主，蒋劲夫是男主。还是新人的杨洋捞到了一个男二的位置。发布会上，女主的宋茜反而与杨洋更为亲近，甜言蜜语也是有点甜啊。这时2人就有些零星的绯闻产出，到15年则是越演越烈，2人也是毫不避嫌。15年7月，杨洋、宋茜先后与贾士凯合作，到时候就有人怀疑，刚把发展中心放在国内的宋茜签约贾士凯，离不开杨洋的牵线。在江湖上还有传说的卓伟大师，专门为他写的一首诗。以前对所有标准不明确的杨洋也在采访中把年龄差固定了4岁，而宋茜刚好比杨洋大4岁。紧接着就有报道称微微一笑，肖奈手机里都是宋茜的歌。就在杨洋和宋茜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张天爱与他合作了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2人结缘。此后又合作了《舞动乾坤》，当时传闻原本角色由金晨出演，后来杨洋推荐给了张天爱。另外，杨洋和张天爱合作的一个策划，据说也是临时截胡赵丽颖而来。也是因为这场策划，2人间的小暧昧被人发现了。全程杨洋、张天爱2人都是深情对视，拍摄花絮里还没开拍，
他们就很自然地牵上了手。有人报道过，两人确实已经在一起了，有同款，甚至被怀疑穿过同一件衣服，卓伟也有插过一脚，表示传闻不是空穴来风。虽然当时两人正当红，为了避免多生事端装作不熟，刻意保持着公共场合的距离和交集，但综合前几段来看，这一段算是锤得最轻的。然后就到了2022年，间隔时间较近，不少小伙伴应该对去年的白富美乔欣为爱卑微有所耳闻。这里稍稍的概括总结一下，去年7月份有人在伦敦拍到乔欣跟某男子的挽手合影，然后同款帽子、同羽绒服、同款鞋通通被找出来。再看男方确实就是杨洋吧，而且他们好像都很在乎对方。乔欣说自己喜欢吃牛角包，杨洋被采访问放假做什么，他说会做饭，就爱做牛角包。乔欣被问到最近有什么新的打算，他说有人告诉他现在动物越来越少，他想看动物大迁徙。而杨洋今年初刚被任命为瑞兽守护者，守护藏羚羊，所以告诉乔欣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是杨洋吗？这么多巧合在一起，再否认真的没劲了。可是到现在双方就是不承认不回应，埋起头来装鸵鸟。纵观杨洋的这4段绯闻，如果都是真的，竟然可以神奇地对应上他事业发展的4个时期：新人期、上升期、稳定期、转型期。如果真的是和李沁小编还是真心支持的，两人都是在年轻时候相识、相知相恋，感情特别纯粹，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化一套。最近真的特看这种兜兜转转还是你破镜重圆的小说了。